喽。你怎么给他编4个卡子啊？不好吗？我觉得应该编6个。多多益善少。我给你加分。好。怎么？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早已没有必要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1笔行业 FOF。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之前。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Chris，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你不会一路上都在挣扎吧？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1次再见到他。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也许被收回去了。什么被收回去？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我的箱子居然现在才出来！你们看啥呢？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难为你10几年了还记得。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还是记得。何况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2把刷子。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因为你失忆过。走吧。我是在长白山失忆的，这都10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宫羽光伏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1次遇见她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Chris， 你也很厉害。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的被放了2次鸽子的男朋友了。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好像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1天3颗。
每天吃的话只能1颗，吃完要刷牙。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妈妈，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宝宝负责吃，我们权责分明，对不对？一天吃1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哎哎呦，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爸爸，我就有3颗。3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下次我不跟你好了。那每天2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2颗。好，盖章。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来。睡了，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2颗，终于肯睡觉了。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人面对小魔王。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零食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营养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加了一个晶晶。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我把女儿送回去。 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were near,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are near me, am I dreaming? I'll be there for the day when 好想你。 我也是。累吗？一点点，是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下，现在还有点睡不着。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 rain stop. The clouds are parting, skies are clear. But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in my mind, I'll be dreaming. I'll be there for the day when you will come to me. Stay right there. 恭喜你 'Cause you and I 实现多年前的构想。 to be. 什么共享啊？ Until that day, I'll play the game, I'll dream away, it'll be the same.
睡。早饭吃什么？刀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啊？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高瞻远瞩。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血液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爸爸妈妈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你外婆送来的刀鱼馄饨马上就好了。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来，吃几个呢？一个。一个半。好，你吃几个？2个。那我也吃一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5个。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来，爸爸名字里面有5个木头。这都被你知道啦。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星星进步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3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真的啊？妈妈名字可难写了。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好呀。
雨森，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有吗？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送你。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or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我想送你的骄阳，是光彩夺目的瞬间，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是每日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也会是许多年后 Wherever you are, 落日的最后余晖。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love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什么鬼？网线松了。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没见过我。你当然没见过我。莫名其妙。你终于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我刚刚在办公室缓存，忽然来了个男人，又莫名其妙的走了。艳遇，帅吗？你被抓包了？谁呀？哪个部门的？不会告诉领导吧？不认识是谁？应该不是我们公司的，不然我对他肯定有印象。算了，
看剧吧，快来吧，我们家仔仔的盛世容颜。天呐，西光，下午我们副总经理来了，惊天地气花痴啊！你快来看。西光，你也太好色了吧，这么快就跑过来看帅哥了？大姐，你看看几点了？我们2个下午要去厂里开会，财务部派了我，你们管理部派了你。对呀，原谅我吧，被美色冲昏了头脑。哎，看，副总办公室，大帅哥，我进门就看了，美人。不会吧？没看到他出门啊。怎么样？是不是又高又帅大长腿？英姐，完蛋了！怎么了？难道你对林总一见钟情了？从此万劫不复，彻底完蛋了。你正常一点。走了，去开会。那到底是什么完蛋了吗？我是说我的职场之路完蛋，都怪3场吻戏。啊？张总和林总也去厂区啊，要是能带上我们就好了。别做梦了，我们只有11路公交车。喂。西光，你去哪儿了？到处找你。不是让我去厂里开会吗？怎么了？今天早上盘账发现账目对不上，刚查出来是放假前的一笔应付账款，操作转账时把美元当人民币金额给付出去了。哪一笔啊？一笔电池封装胶膜的付款，你还有印象吗？你开的张啊？我有印象。那天你们都下班了，只有我跟琪琪在，采购部的人冲进来让我们加急做的。哎呦，太好了，你们还没走。哎，欧琪琪，有几笔原料采购得加急付款，我们老大说了，最晚后天得付出去。我这都下班了，电脑都关了，你这么着急怎么不早点啊？琪琪姐，我叫你姐了，你帮帮忙，我们老大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行吧。谢谢。西光，那在你电脑上做吧。好呀。3笔都是一家公司的，放心吧，没问题的。嗯，好。琪琪姐，谢谢啊，明天请你喝奶茶。奶茶就不用了，下次别让我们加班就行。一定。西光，拿你的章盖一下吧。好。明天还得吴总审批，然后才到春娜那边。没事，我一个亲自跑来得及。你先去闻闻。这家供应商是外资控股，虽然是境内付款，但是结算一直都用美金。这次好几笔一起付，其他都是美金。不知怎么有一笔合同签的是人民币，但采购部提上的单据还是美金。他们录入的时候弄错了，你们做账的时候也没仔细看附带合同，就那么通过了。照理说这么多道审核不该出错的，
偏偏就是都没注意，小概率事件捅了大娄子了。你赶紧回来吧。这事儿肯定是你们财务部担责呀！你抄送邮件的时候通知我们采购部干嘛呀？是想甩锅甩到我们采购部头上吗？抄送邮件是想看看我们公司内部怎么配合，能最快的追回款项。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而不是先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解决问题？哎，你们财务部捅了这么大娄子，要怎么解决问题啊？出了问题不去追责，想让我们采购部一起处罚吗？我们捅的娄子，窦成，你别太过分啊！你们采购部打过来的原始单据上就是美元，系统流程里也是美元，怎么你们想把责任全部往我们头上推？我们后面可是有合同复印件的啊，上面明明写的是人民币，是你们财务不核对，是你们工作不到位。你这是倒打一耙。我们当然应该核对，但是你们采购部也是一人经手一人审核的，你们怎么没核对出来呢？这合同还是你们签的呢，你们没核对出来，我们就一定要核对出来。到底最初的责任在谁呢？先别激动，这笔账又不是你们做的，这么着急干什么？谁做的谁负责。这盖章的不是叫聂其光吗？是哪个？没听说过，是个新人吧？我是实习经办人，小聂刚来没多久，不熟悉业务，只是挂了名盖了章而已。窦成，你那天求着我们加急的时候没看到，少玩这种肮脏手段啊！我是聂其光，财务部的责任是我的，我认，但其他源头上的错跟我们财务部没关系的，我是绝对不会认的。你认？你认个屁呀！你1年的工资都抵不了这笔款的零头，还你认？装什么装在这？刚刚我们看的是组件生产线，前面就是电池生产线，技术部实验室也在电池厂里。我带你去看看。那边建到一半的是2期厂房吧？对，已经停工很久了。光伏的路实在太曲折了。我们公司05年成立，就前3年最顺心，那时候产值暴涨，每年的利润都过亿。紧接着08年金融危机来了，总算熬过去了，才好了2年，双反又来了。这下欧美市场直接全军覆没。我们厂算幸运，还有一些国内单子撑着，很多厂已经宣布破产，轻退出行业了。这2年的光伏行情的确焦灼，张叔独立支撑到现在，实属不易。来之前，外公还叮嘱多给你学点东西。我哪有什么本事啊，谨慎保守罢了。从10年开始，我就一直严控产能，公司也不再招人了。今年行政部门因为效益不好，还走了一些，不得已招了几个应届毕业生补充。这时节招人，在行业里也算少见了。哎，雨森，我听说你是主动要求从总部调到双远的。是的。为什么？我记得去年在总部关于是否扩建2期厂区的决策会议上，你和我是一样，都是投了反对票的。我想张叔也和我一样，反对的是那个时间节点，并不是反对扩产这件事。现在我会向总部申请来双远，当然是觉得转机已到。好，说来听听。张叔，这是考我了。其实，纵观全球整个光伏发展史，无论是美国的100万屋顶计划，还是德国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法，推动光伏发展的力量一直来自上层。这是全球能源战略的一部分。对我国来说，发展清洁能源，减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必然也是必须的，绝不可能放弃。国家近期发布了一系列光伏发展规划，给出的信号很明朗。要发展国内市场了。那么你这次过来，总部的意思是继续扩建？对，总部会把第3期工程款尽快拨过来，不过后续资金缺口还是要自己解决。张叔，远程那边第2笔工程款到账了吗？还没有。这是技术部。
张总，你们华总呢？啊，在实验室呢，说是马上过来。张总，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副总经理林宇森林总，这是花向阳花总，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工程学院的博士，是我们 PERC 技术研发负责人。啊，你好，哎，不好意思，刚修设备来着。没事。设备又坏了啊，问题不大，小毛病，修修还能用。我正要找您呢。我们实验室电池转换率有小突破，但是还没法完全稳定下来。有小突破，都是大好事。走，我们去实验室看看。走。林总，财务部和采购部出现了一个大纰漏，现在吵起来了。想让我们采购部配合也可以，你们先出一个邮件说明一下，因财务部的纰漏付错款，现请求采购部配合沟通供应商。强调一下，配合追回货款不是我们采购部的本职义务。什么叫不是你们的本职义务？你们就打算赖到底了是不是？喂。哦。好的，我知道了。都别吵了，事情已经升级，汇报到林总那儿了。别慌张，既然上面接手了，就一定能解决的。喂。太好了，谢谢啊！好的，我知道了。管理部的王主管说，林总亲自和对方公司沟通，把钱追回来了，对方答应明天之前打款。他说，他让我们现在就去管理部，林总要见我们。里面那个有点秃顶的，就是采购部部长莫总，他也被林总喊过来了。他好像很拽，不怎么把林总放在眼里。他以前在盛源总公司的，双远刚成立就来了，副总换了3任他都没换过，资格很老，听说在总部有大靠山。琪琪，你要升主办会计了，等会儿林总要是问起，你就说这笔账是我做的吧。那不行，你还在试用期呢，万一林总不高兴，把你开了怎么办呀？我不怕的。希光，我知道你是好心，但咱们要实事求是，对不对？事实怎么样就怎么说，这样才问心无愧。你们吴总呢？吴总今天出差，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正在赶回来。以后告诉你们吴总啊，招人的时候把眼睛擦亮亮。你看看招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净给公司惹麻烦。要不是林总及时把钱追回来，把你们卖了都不够赔。这事我是有责任，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对不起啊，莫总，我们下次会注意的。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莫总说话的？提醒一下，莫总，人口买卖犯法。林总啊，好心态呀，还有心情开玩笑。你呀，就是太年轻，又是学医出身，恐怕在管理员工这块不精通。像这样的底层员工，你不严厉一些是不行的。再历练几年，你就知道了。受教了。老弟弟，你叫什么来着？聂希光是吧？回头啊，我跟你们吴总说一下，
像这种没上没下的员工啊，尽早送走吧。坐。初来乍到，你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正规院校毕业的财务，用作货币单位。聂希光。对不起，林总，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不用以后了。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不会吧？难道他也想开除我？林总，从即日起调到管理部。调到了管理部啊？对，明天去报道。我们公司的管理部是直接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负责的，那以后林总就是希光的直系上司了。也好吧，在林总那边，穆总多少都会收敛点，不然我真怕他会针对你。虽然吴总也会护着咱们。哎，那琪琪你呢？我没事，但主办会计肯定要等一等了。总之，钱能追回来就好，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是，希光，你在管理部小心些。哦。英姐，啊，来，位置都帮你选好了，就在我旁边。走，去跟主管说一声。主管，这是聂希光，林总让他来管理部上班。主管好。我知道，小聂是吧？欢迎欢迎。林总。林总早。林总早。林总。小聂已经正式来报道了，您看小聂的工作怎么安排好？你安排吧，其他的工作都安排下去了，档案室那边一直缺人整理，要不先安排小聂去整理一下档案室。还好，我还以为一推开门就一阵灰尘什么的呢。不至于，好不？还是有人打扫的，就是太乱了，经常都找不到要的资料，有的还没装订呢。哎呀，都是以前留下的烂摊子。主管让我们整理过一点，但是工作忙又落下了。正好你来了，我先跟你说一下怎么归类吧。然后我就得去干别的了，空了再来帮你。好。简直整齐又美观，难道我是档案小天才？哇塞，一天功夫你整理了这么多，找到方法了。我还以为你要搞一周呢，照这样的话3、4天就能搞完。走，下班吃饭去。我想把这些整理完，去外面的小吃店吃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还加班啊？这么拼？不是，就是强迫症犯了。再说了，现在出去吃饭肯定要排队的呀。行，那我先去小超市买2瓶饮料，回来帮你。
这事我是有责任，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的。加急。啦啦啦啦啦啦，我是档案小专家，一天到晚档案包订书机双面胶，满脸的灰尘个人笑，手忙脚乱只有我知道。你回来这么快，帮我把门口灰色的档案盒拿过来呗。林总，哦，不好意思啊，我以为是英杰来了。谢谢林总。你很开心？我听到你在唱歌。就是之前闯了祸，但林总你帮我们解决了，心里轻松了很多。这个马屁会不会不到位啊？要不要再来两句？整理档案虽然有点累，但是找到方法整理好，内心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天哪，姐妹，我不是故意拖延不来帮你，刚刚排队排到一半，老板不知道干嘛去了，我傻等了半天。不过，我把雨华带来一起帮忙啦。先喝点水吧。谢谢。想啥呢？你们刚刚看到林总了吗？没有啊，他早就下班了吧？他刚在这里查资料，足足待了40分钟。林总今天居然又来了，什么资料查这么久？光伏玻璃采购合同 ，EVA 采购合同，采购合同，都跟采购部有关。我就知道林总长这么帅，一定有脾气，怎么可能任由男主小人欺负到头上呢？对了，西光，你最近调到管理部的消息已经在公司传开了，延伸出好多个版本，还有人跑过来跟我套话。套什么话？就是问林总是不是亲自从财务部调了一个大美女到管理部。大美女啊？我？对呀，我们部门也有人八卦，说林总长这么帅，会让把你从财务部调到管理部，很多人心里都很有想法。而且，你最近在整理档案，林总天天去档案室，
有心之人看在眼里，能不多想吗？要不你是我姐妹，我都怀疑了。太过分了！我不允许有人这么污蔑林总。啊？你们不知道，林总天天去档案室，是有着伟大且正义的目标的。什么伟大且正义的目标？事已密成，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总之，林总不是那种大家猜的低级趣味的人。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我宣布，我们是同盟。我去档案室啊。小聂工作很积极啊。对，因为他有伟大且正义的目标。啊？什么？啊，没啥没啥，我瞎说的。按年分类。林总怎么还不来？不会今天不来了？林总，这些是不是你要找的资料？你很聪明。没有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林总，你要是还需要什么资料就告诉我，我记性很好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找出来。你记性好。对啊。很好，有一桩事要麻烦你。什么？麻烦你对公司采购量前50的产品做一轮外部询价，前50，包括每样产品在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价格。历史价格？对，05年成立以来。你记忆力很好，我相信你做起来一定不难。我们再也不是同盟了。我宣布，我和林总的同盟单方面破裂。傻孩子，你和林总结盟，林总知道吗？我废掉了，我现在满脑子地铁玻璃每平方米多少钱，乙烯醋酸乙烯酯薄膜每公斤多少钱，付款周期是多少。我再也不是一个浪漫的少女了。我是真的不太懂你们管理部，这工作也太锻炼人了。英姐，你入职后被领导布置过这类任务吗？什么？我进来前几天连领导的长相都没看清。不对，你这样说我觉得有猫腻。林总对西光很不一样啊。谢谢你发现了他对我特别残酷。不是，你方向错了。西光，林总不会真的对你有意思吧？一般电视剧、小说都是这么写的，女主角一进公司就受到了上司的另眼相待，调到了自己手下，天天都能看到他。如果电视剧里一个男生问女生想吃什么，给她做饭，是不是代表这个男生喜欢这个女生？那必然啊，做饭什么的最有爱了，甜甜的，我喜欢。但事实上呢，也许只是他不想女生请他吃大餐，不想沾光，宁可自己动手。啊？人设这么傲娇的呀？所以说，自作多情是病，一定要治的。我决定了，
做完这笔买卖，我要请假。你不是要请假吗？这是在加班？我先把查到的价格做一个豪华的表格出来，让我的前盟友惊掉下巴，恭恭敬敬批准假期。我用电话和邮件形式询问了每样产品多家供货商的历年报价。考虑到林总您可能需要一定保密性，所以我用自己手机打的。我的手机号属地是无锡，所以对方应该联想不到我公司。邮件询问的时候呢，我编了一个江西的公司。制成表格后，我把我们历年的成交平均价格也输进去了，价差超过10%的都有红色提示。你很谨慎，工作完成得很好。谢谢林总。林总，我想请个假。3天，为什么请这么久的假？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很遗憾，我曾经是个医生，我实在看不出你身上有哪里不适。你是中医？我是说中医才会望闻问切啊。假期我不批准，你可以出去了。怎么样？你前盟友下巴掉了吗？你是中医吗？不是啊，你抽风了？你听到这句话会生气吗？这有啥好气的？最多觉得你像个神经病。对啊，奇奇怪怪的，像被踩了尾巴啊？你说谁被踩了尾巴？我说这几天我要夹紧尾巴。我感觉我到极限期了，明天必须出去吃饭。你这极限怎么3天一次？哎，等一下，这个宿舍就将就着住，姨父已经帮忙打过招呼了，尽量的不给你安排其他舍友啊。来了。什么情况啊？一栋有新员工搬进去了，宿管科之前明明说有空宿舍会立刻安排我们的呀。我打听到了，昨天那个搬进一栋的是采购部的新员工，一栋空了间房，他直接就住进去了。凭什么呀？不是应该先安排我们吗？我们先入职的，太过分了！不行，我要去写投诉单。写投诉单估计没用，这人据说是采购部莫总的亲戚。怎么又是采购部？这个莫总也太嚣张了吧！就是啊，领导的亲戚又怎么了？总也要讲规章制度的吧？后勤部肯定是要给他面子的，就算投诉了，可能也会故意拖着不处理，敷衍我们。哦，据说食堂的承包商都是他塞进来的关系户，怪不得这么难吃。这简直是新仇旧恨啊！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样算了。
要不我们直接找林总。林总？对啊，林总级别总比莫总高吧，不怕他。而且我和英杰是管理部，雨华你是市场部，都是他直接领导的部门，不找他找谁？可是林总会不会要我们给他找事儿，让他难做？也是，万一林总觉得我们不懂事，那就完蛋了。哦，是哦，是我想的太少了。这样吧，我看啊，投诉单也别写了，我单独去找林总。我不怕他对我印象差的，反正他对我印象已经够差。别，你也不能这么破罐子破摔吧？反正我们要去一起去，要不谁也别去，听到没？知道。小可，给你。什么会开这么久？林总，那我先回去和盛远财务部的巴总沟通一轮。林总，你现在有空吗？把门关上，什么事？不知道他穿上白大褂会是什么样子。是这样的，我发现了破坏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我觉得不予以修正的话，对公司的公信力有很大的影响。具体一点。我和英杰、雨华是先入职的，可后勤部却把1栋的宿舍给了刚来的。你找我，就这种事？是啊。童总，你过来一下。对不起，都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只看到了新的申请单，把之前入职的同事疏忽掉了。没事，就是希望能尽快调整过来。这同事已经入住了，我们也要去沟通一下。可能你们的疏忽的确造成了别人的麻烦，理应道歉，然后重新安排妥当。是，就是刚刚在路上遇见了莫总。这跟莫总有什么关系？莫总，原来是这样。不过这事员工已经反映到我这边了，不妥善处理，恐怕难以服众。当然，一切按公司制度办事。这件事归根结底是后勤部的疏忽，跟莫总没关系。我相信同事们也不会对莫总产生误会。我马上去跟那位同事沟通，重新安排宿舍。就是有个问题，只有1个宿舍，2个床位，你们宿舍有3个人，
怎么分配呢？其他2个人搬过去。好的，那林总，我先去安排。聂小姐，你对我的处理有没有意见？没有。我猜也是。聂小姐既然有意微服私访，想必也不会介意住得更贴近民情一点。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老为难我了。为什么所有男的只要长得帅点就跟我过不去啊？哎，这还不好吗？要有美女来为难我的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江瑞啊，那你就没问问他怎么知道你来历的？我当然问了。你以为他会配合的回答我吗？那这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他一个从生源总部调过来的人，知道你在这儿，其实很正常。不过他这态度，姐，人家一个外科医生才到1年就到了部门经理，你就没想到其中的问题吗？我想过啊，可是这跟我又没什么关系。不，跟你没关系，那跟你爸呢？我听说盛远内斗这几年挺严重的，他们老头子要定接班人了，儿子又多。你爸跟盛家大儿子盛博凯关系好，你这个上司又不知道是谁的人，但肯定跟盛博凯不是一派的，所以我就琢磨着，你这是遭池鱼之殃了。是吧？我感觉他不像是那种会因为争夺权力去迁怒别人的人，他是那种看上去就很光风霁月的人。他以前不是医生吗？就是看上去就不会收红包的那种。不是吧，姐？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说他人品不错？你这要恋爱的节奏呢，姐姐。一码归一码。江瑞，上海离苏州不远的，高铁10几分钟就到了。我到你学校去看你哦。啊，好了好了，我不动你了，不动你了。哎呀，也是，他们这些人都玩阴的，这样为难你的话，哪会让你这么轻松啊？人家智商不会这么低的。你是不是骂我呢？怎么会呢？哎呀，那我觉得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让人家对你印象不太好？怎么可能？我。说来听听。说你个头！我挂了啊。